大家好，先自我介绍，我是那个全联会的秘书长吴博元，好，大家可能刚刚都有点熟了哈。来，哦，那我们常见的那个在临床上常见的咳嗽的哈，大概有几种啊，比如说哮喘呐，肺气肿啊，慢性支气管炎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叫久咳嘛，久咳不愈啊，比较会久咳的，通常是这些症状。那首先我们先讲一下哮喘哮喘就是气喘这些是支气管一个过敏性的疾病，那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慢性发炎，那它主要是支气管痉挛，那很多在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一些气喘，通常在很小的时候，小孩的时候，他就一直咳嗽，然后去医院，而且找不到明显的什么感冒症状，也没有什么感染的迹象，他就是每天在咳，他咳起来很好像有点喘，有点那种痉挛性的。这样子的那种表现的时候，那当然他就是说，比如说会觉得觉得呼吸困难啊，小孩子会讲说，没跑一下就一直在喘，就是那个样子，那个情况的话，就是小孩子常见的。那当然他可能也有过敏性鼻炎和异位性皮炎等等的过敏性的疾病，那小儿的咳嗽在中医的调理上，我们都很害怕说小孩子这样一直吃药。然后吃很多药，会不会长期这样吃下来要吃多久？但是很多这种小孩子的个案，在我们门诊上，我们在中医的调理之下，其实都陆陆续续改善了症状，而且他本来可能就是西医就用药的心油等等的其实都可以慢慢的把它停掉然后脸色本来都是比较青青白白的那种暗暗的那种肤色食欲也不会太好。那中医调理之后，每个人的气色都变比较红润然后就是说，食欲也变好，然后活动也变好生人感冒的次数等等，都已经减少了这样子比较正常一点，我常常跟家长讲，吃药是不得已，那吃药的目的是为了以后可以不用再吃药，那我们中医就是在调理，让身体养好，体质变好，那就可以不用再长期的服药，好，那如果说气喘来讲，哮喘来讲，如何能减轻？如何来避免和减轻呢？当然了，它都是过敏性的疾病，所以居家的清洁，还有空污的环境，还有温度湿度的变化，比如说早晚温差大能诱发，比如说我们的被单里面有尘螨等等，然后附近空气不好，有居家的污染和工厂的污染、交通的污染等等，这些都可能会造成呼吸道的一个痉挛、过敏的情况。那中医在治疗这些上，我们可以那个注意到那个外感和痰湿这个引起。那外感的话，可以透过药物来祛风解表。那痰湿的话，涉及了肺脾的虚弱，导致痰湿郁结。那平常就要调理这肺脾这些来增强免疫力。那当然，如果更深一层的久的话，肾不纳气，会演成哮喘。那肾不纳气的话，那个脸色就会有一点白白的，然后又泛一点黑黑的这样子的感觉。那因为有比较缺氧，所以脸色会有点青涩的感觉。那每年夏天的时候我们来三伏贴，这个大家可能不会很陌生。我们中医院所在三伏天的时候，就会推出我们三伏贴的量，就是针对这些哮喘的患者，效果还蛮好的然后冬病夏治的话，夏天来给他做三伏贴的使用的时候，到冬天的时候，他那个寒气驱除的话，对冬天的时候气管敏感的都会有很多的改善作用。那一些保健穴位呢，如尺泽，尺泽就是在这个手肘这个地方，这个屈侧的横纹，这边，那鱼际，对，鱼际，然后那个天突，膻中，然后在大椎背后的大椎，还有背出这些，都是可以来做一些穴位上的保健。然后另外来讲，慢性支气管炎的话，那可能是抽烟，那常常在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
进车司机、公车司机，好啊，常常在外面跑的，好，然后还有病毒感染等等，好，造成发炎，然后就是产生比较多的痰液，一直有很多痰，好，一直咳，他会讲说。那个刚才那个气喘哮喘呢，可能觉得没有很多痰，这咳嗽比较明显。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的话，它可能会比较有痰，然后咳，你就觉得有一些痰音的感觉。好，那当然要持续算月的。好，那反复的慢性的喘咳，本身又抽烟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慢性支气管。这个大家就是看图，大家就知道，喜欢手指叼根烟的，有点烟味、烟草味的啊。那他当然也是反复咳嗽，那也是呼吸不顺哦，然后当然这样会引起缺氧，然后又容易疲劳啊，呼吸量有杂音啊，当然是胸口都闷闷的。好，那这些当然就是戒烟，避免空气污染啊，注意温差等等这些空污这些的情况。好，那中医要怎么来看待？他还是在咳嗽、痰饮喘的这些来看，那我们会根据他的声音。哦，刚才我们王部长也有提到说，五脏六腑皆能令人咳，所以这个都是看望闻问切四等的看这样来收集，来加入适时加入一些止咳化痰药，然后还要调理体质、益气固表及调整免疫等等体质用药。好，那我们三伏贴也是一样，3-9贴这些都可以帮忙。那用一些三伏贴的药物来贴在穴位上，我刚才有稍微介绍过。好，那来治疗这个慢性的喘咳，这个也是很有帮助的。好，还是温经上散痰的功效。那保健的穴位，主要刚才也讲到鱼际啦，列缺，这些都是可以采用的一些穴位。来，那还有一种肺气肿，肺气肿的是也是一样更长期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刺激啦，粉尘等等化学烟雾等等，它这些让肺泡能够那个弹性就变成减弱然后肺泡那个没有力量，它没办法把里面的痰那些把它退出来，那结果痰咳不出来就一直积在里面。那个 X 光照下来，每次都是看到那个整个 X 光片那个白色的那个纹路很明显，这种是一种肺气肿的情况，那当然原因也是一些污染的情况，那早期症状还是痰多，还是容易喘，它痰咳不出来，所以它会变成瘦瘦的，然后你看起来就是脖子跟细细的，然后你平常就要很用力的那种状况，那我们预防保健，它就是可以加强横膈膜的呼吸训练，做腹式呼吸，就手放在腹部，然后做有点做我们练气功啊，一手丹田在那边做腹式呼吸的那一种方式，然后每天2次，每次15分钟。当然如果有抽烟还是要戒烟的当然有时候应该是他身边的人戒二手烟，戒烟我们才不会吸二手烟。那外面空气品质不好，那口罩这些，还有加强因为它其实每一个呼吸都耗损它很多的营养和能量，所以加强营养也是需要的。那平常做一些缓和的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啊、太极拳等等的，都可以加强它的心肺功能。那当然也要避免在冷热刺激和甜的会刺激胃酸的或是过冷的这些都可能会甜的容易生痰这样子都可以造成他咳嗽减少他需要更用力的咳嗽。那穴位毛，比如说合谷穴、鱼际穴这些都是可以用的穴位按摩那它的用药上这个用药上大概就是说我们在肺脾肾等甚至是牵到心的补气方面，我们五味子、黄芪、党参、麦门冬以及啊化痰平喘药白术、茯苓、甘草、陈皮、半夏、防风、杏仁，这刚才那个我们的止咳1号里面也都有运用到。但是原则上还是要根据患者不同的症状、饮食起居、睡眠等等来判断，有不同的治疗方式，所以一定要临床上建议还是找合格的中医师然后你跟他沟通良好的中医师他对你的评估，你觉得非常能够接受开给的药方吃起来也能够比较合理，能够
能够顺利能够解决我们的症状的中医师来帮你调配你适合的处方。好，那另外支气管扩张症的话，就是支气管那个平滑肌肉它就是无力了哈。那它当然有些本来是先天的结构异常啊、免疫的、结缔组的，当然也有一些是呼吸道伤害然后反复的胃酸逆流以及呼吸道感染那比如说我们新冠肺炎之后，蛮多其实会有类似这样的症状。那台湾在呼吸道感染在8%里面，比如新冠肺炎之后还连续咳嗽，这些都有可能是支气管扩张后的表现。好，那小朋友来讲，幼儿的话，在异物呛入的话，它就是吃东西呛到，或是说甚至有些小弹珠啊什么什么的，或者小饭粒啊什么的，这些渣渣呛进去的话，有时候它会造成支气管扩张，因为它咳不出来，它很用力咳到支气管也是那个平滑肌已经无力了，所以有时候甚至有时候是需要支气管镜把它移除异物了，这个当然是要有进一步西医的检查，好，那症状上除了反复咳嗽的这些症状以外，然后要看看有没有免疫上的问题，IgA、IgG、IgM 等等，还有肺功能等等的检查。那西医治疗当然也是，祛痰药等等，还有那个呼吸治疗，那还有一些震波，来帮助气管的分泌物来咳出来，那当然也可能用到，如果感染状况的话，有抗生素或是类固醇等等，那中医的话，对对，有脓痰和痰黏的这个比较明显的症状，甚至有咳血，那当然也要变寒热，然后变气虚等等，脾虚还有肾虚等等。那如果有咳血，那阴虚燥咳等等，那以下这个表的话就是说气虚，这种人大概就是两种体型，一种就是很瘦的，一种叫做很胖的，很胖的，就是讲话就跟你讲话说，我跟你说，我那一天上公车啊，就他每一句话里面就一直在要很用力呼吸，上气不接下气，那他的补气人参、黄芪、党参。那脾虚的话，这种比较像是我们比如说胃酸逆流，讲话就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这可能是这样的一种表现，这可能是脾虚的。那陈皮、茯苓、白术就是调理胃的这个部分，脾胃这个部分。那肾虚的话，腰膝酸软，无力的话，他可能你跟他那个边散步边讲话，或者说我们去健走，他走，他都走得比你慢，然后就会跟你说你等等我吧，然后就觉得好像人家都还没开始喘，他已经开始口干舌燥，一直在嘴巴打开在呼吸了，这个就是杜仲山药，山茱萸这样子等等的这个补肾滋肾这个用药，那阴虚的话，这个口干舌燥，这一看大概就知道他整天讲话那个水一直带在旁边，一直喝水，但是喝了很多水，还是一直在喝水，这些都解不了渴，然后你看到说他可能脸色会比较红一点，然后手心都很热。他说我身体很好，你看我冬天都不怕，我都现在还手心好，但是很热，热到有点好像可能会长痘痘，然后讲话就很急躁啦，然后动不动就是好像有一点口臭等等，这些都有可能那我们可能用药，可能何首乌、阿胶枸杞、麦美东、知母等等这个比较滋阴的药物来使用好，那这个胃教方面的话，我们当然也就是说，不要吃太生冷的，它也不要暴饮暴食因为这样子减少寒意的话，有时候吃太甜了，喝个那个，这汤老师讲说那个冷饮冷饮就是有含糖饮料啦，都冰的，然后还有一些生菜沙拉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生痰。但是现在小朋友或者年轻人蛮多这样的，所以我们临床在看，大概这个闭着眼睛看不用望闻问切，闭着眼睛看，看到那个年纪的人，疑问大概也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当然还要补充营养和中药调理，因为久了，如果他咳久了，可能伤了正气，那就看看他的症状他可能得很累了刚才也讲得太虚了
那然后多运动，调整心肺功能，好，那这个当然这样的代谢会更有利，好，然后才能够呃强调心肺功能，然后提升免疫力，降低感染的机会。好，那简单的一个图表来看的话，就是不要暴食，均衡饮食不要吃太多冰饮不要中药的调理过食生冷，还有运动训练等等，好，这样一个简单的图。那图看的还蛮美观的，蛮可爱的。好，那这些类似这样的一些疾病上的卫教，在我们全联会的官网卫教专栏里面有一些那个资料还有我们中医药安全咨询服务平台有一个卫教懒人包的卫教文学里面都有。好，你看这个图也很可爱这 QR code 会扫这个 QR code 可以连接到我们的那个卫教专区，那么可以得到很多资料。对于媒体朋友，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在那边找到一些资料。那我们有些文章，懒人包这边有些还会注明是作者，如果你有需要，进一步采访他的话，请他多说明的话，也可以从而找到我们可以采访的对象。好，那好，谢谢大家。好，我的报告就到这里。好，谢谢。